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，小明星出道久了，演技派小花。我们都可以看到杨紫的一点一滴的发展。她从小就在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小雪，如今可以担当起自己的角色，成为重头戏的女强人。前段时间，杨紫主演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火了，杨紫再次红了起来。杨紫是怎么走到现在的？1992年，杨紫在北京出生，爸爸杨云飞是一名消防员，妈妈海燕妈妈是从俄语教育学院毕业的声优。年轻的时候，杨紫有一张圆圆的脸，显得格外迷人。1997年，电视台负责人来幼儿园挑选艺人，杨紫长得格外的可爱，能被组长选中，已经是够幸运的了。这一天，爸爸抱着小杨紫来到了北京郊区的片场，自己被选上了群众演员，小杨紫倒是觉得幸福极了。他没有台词，杨紫就让他满街逛，可是首长总觉得他做事不对，所以杨紫就把这一幕录了一天。话虽如此，杨紫跳出片场的时候还是乐呵呵的。剧中的艺人肯定更喜欢杨紫，觉得小姐姐演戏完全有道理，所以当爸爸回来教育另一半的时候，妈妈就有了一个想法，准备孩子当艺人。为了让他的女儿成为一名艺人，他的妈妈辞去了在学校担任教师的工作，开始担任他女儿的专家，同时为电影和电视剧命名。他妈频频给群里递杨紫的资料，却一次次被拒之门外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凭借自己的不断努力，杨紫也稳步拿下了很多演艺大门。1998年左右开始，杨紫陆续出演了多部影视剧，如《春之歌》《出山孝庄秘史》《庄园门》等。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工作，但杨紫还是在其中获得了很大的参与度，为以后的演戏做准备。2004年，大型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风靡全国。杨紫妈妈看到报纸上的新闻，精神异常振奋，带着小女儿赶紧赶到现场试一试。那时候的杨紫才12岁，谈的工作是中学替补，她和对方的年龄差距很大，杨紫和妈妈在片场都坐稳了。当时的首领根本没有准备好为杨紫考虑，一直坚持到下午，杨紫和妈妈打算出去买盒装零食。杨紫将现金交给卖家，商家不理会，再次向他要现金。考虑，这不是剧中的小雪吗？首领心里暗暗被踢了一脚。无意中，杨紫得到了扮演夏雪的机会。到了剧组的时候，由于这是杨紫演戏最难忘的一次，杨紫也渐渐入戏了。小杨紫此刻心里异常的焦急。大约在这时，杨紫早上5点起床，跟着妈妈去了片场。录制结束后，她需要傍晚再去上课，晚上又要到创作组，经常半夜下班回来。2005年2月，《家有儿女》在全国多个频道播出。随着电视剧的火爆，杨紫也同样一夜成名。随后，她又录制了《家有儿女》的第2部和第3部，杨紫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童星。然而，随着青春期的出现，杨紫的身材一步步变得不一样了，身材也偏胖，所以杨紫慢慢的就没有戏份了。然而，杨紫当了这么多年的艺人，她并不适应演艺事业，就此止步，所以她一直在真正屈服。2010年，杨紫被北京电影基金会呈现分会表白。进入大学后，为了让自己更有魅力，杨紫开始了节食减肥的计划，时不时还夹杂着饥饿。不久，杨紫明白这是不可能的，于是杨紫逐渐开始加强活动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杨紫的体重也终于达到了艺人的标准。减重之后，杨紫的视讯也变得顺风顺水。小时候，杨紫上过综艺节目，比如《胭脂控》《爸爸回家了》《花非花雾非霾》《决战长沙》。随着这些节目的热播，杨紫长大后的颜值不断回升，也有人表示，杨紫并不总是局限在童星身份。近期参演影视作品有《向幸福致敬》《青云记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亲爱的》等，几乎每部电视剧都非常出名，并成为另一位顶级艺人女明星。说起杨紫的入乡随俗，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是她对秦俊杰的崇拜。2016年，杨紫在接手电视剧《神兽求传》的拍摄时，与秦俊杰发生婚外情。2017年2月，杨紫在微博公开与秦俊杰的恋情。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礼物。2018年8月，杨紫与秦俊杰分道扬镳，杨紫与秦俊杰分手。杨紫就是我们一路上看到的，不管是童星还是现在，她的成就都非常可观。
希望杨紫能够继续努力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。02肖战的不到晚会邀请，无戏可拍，陷入退货潮，登顶之路艰难。肖战跨年没有露脸，被粉丝说要低调。他正在为戏剧和电视剧做准备。如今很多晚会上都看不到他的身影了，他似乎与晚会脱节了。自己一个人的狂欢，引发了顶级潮流缺席的争议。近2年，肖战的品牌代言不少，但能卖出去的作品却不多。王牌袁立被网友痛骂，他的演技也不被认可。粉丝们表示，肖战的如梦似幻演技真的很惊艳，打败了所谓的顶尖，却又不展现在大众面前，只有买剧票才能真正感受到。但是演技是有亮点的，网友纷纷表示，肖战的演技没有长进，包括他的品牌代言，永远都是独角戏。只有他的粉丝在狂欢，品牌在疯狂收割粉丝积蓄，而肖战的粉丝又被曝光经常退货。肖战的巨大销量，有时候只是为了粉丝做数据，做完了再退货。肖战与李宇春的粉丝之争与退货有关，肖战粉丝大量退货，前脚买进，后脚退货，品牌也是无奈，但还是赚到了。肖战拍电影越来越难了，最近一部是他和白百合合作的《烈日炎炎》。演员一直受到批评，不受他人青睐。对他来说，陈情令的 CP 粉就是粉丝的中坚力量，而这种力量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。上位之路并不平坦，随时随地都会被踢出局。03到有风的地方夺冠，刘亦菲和李现的 CP 太有味了。最近最火的国产剧就是《到风口去了》，该节目自开播以来已经播出了1个多星期。不仅在各大网络平台频频上热搜，口碑和热度也在持续发酵，还在省级卫视黄金时段排行榜上连续2次打破收视率和11%的市场占有率，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得第一，成为2023年初的最强国产剧。关注国产剧现状的朋友都知道，在今天收视冠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随着平台的增多，渠道的拓宽，观众口味的多样化，各路强者云集，经常有7部、8部甚至2位数的作品同台竞技。人群的硬实力、题材、风格、话题、演员的观众缘、幕后的号召力，包括与现实的契合度，都是不可预测的竞争因素。就像现在的去一个有风的地方，以田园治愈为题材，云淡风轻的小清新风格，战胜了众多强敌，包括重装上阵的革命历史剧《东方黎明》，光鲜亮丽的奢华都市情感剧，即使刮起了大风，也不得不说赢得了一场漂亮的胜利。到有风的地方得以突如其来，除了小说题材和网络剧本制作，最大功臣就是刘亦菲和李现组成的 CP。2人的浪漫故事引领潮流，不走流行的都市路线，制造看不见火药的职场争斗和情感纠葛，而是走进大理洱海旁的田园小镇，用绿草如茵、阳光明媚的日子和小镇风情谱写出一颗轻快的心。时尚的气息触动着人们的内心世界，激发着人们对平静生活、慢节奏生活的向往。从梦华录走出来的古典美人赵盼儿，这次变成了同时具有精英才华和邻家女孩气质的许红豆。亲爱的，热爱的里面的高冷男神韩商言，化身为为马开店2不误的创业青年谢之遥。这样的 CP 组合既有颜值和演技的保证，又有与过往作品形成的反差感，再加上故事不落俗套，没有急3火4的大发狗粮，而是如风一般顺其自然，无形无状却又恰到好处，总能撩到观众内心深处的共情。其实从剧集刚开播时，很多心明眼亮的网友就看出来 CP 成了，说一定要磕到底。2人的外形气质就把 CP 感拉满，都是好看中透着浓郁的烟火气，都是真诚而又淳朴的性格。许红豆因闺蜜离去的忧伤，遇到谢之遥的热心乐观，恰似鲜花与雨露的相逢，怎么看都是天定之选。2个人的相处中，也处处有不经意的火花，几乎每一集都有值得回味的发糖情节。比如2人初相识，许红豆采了马粪，谢之遥牵着马在夕阳下带她回家，还在小卖部里帮她买拖鞋砍价，2个人会心一笑的眼神好甜，明明是萍水相逢，却有种相知相伴的感觉，既温暖又贴心，带来满满安全感。2人在认识之后不断互相帮助，情谊明显溢出，却一直没有捅透1层纸，而是保持着惊人的默契。当小镇里传起2个人的绯闻，礼物都送来了。
阿嬷邻里来围观，有人向阿奶道喜，有人给当事人送贺礼，还有小琴忍不住前来表白。面对这些，两人都一笑置之，明显是心里有数，却不刻意强求。包括拍风光宣传片时，许红豆主动牵手谢之遥，让他顿时手足无措，每一个细节都是自然反应，比那些把爱挂在台词里的荧屏情侣要真实太多。谢之遥心里有一个误会，总以为许红豆是为了情伤才来小镇，对前男友念念不忘。许红豆看破不说破，任由他好心安慰，还借着醉酒抱住大哭，这当然不是有意骗他，而是对这份情有种莫名的依赖。最新剧情中，许红豆在院子里亲手喂谢之遥吃葡萄，毫不做作扭捏，不刻意亲密，也不故作疏远，说着葡萄是酸的，却透着淡淡的甜意，让阿奶在屋里捂着嘴偷笑，也让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美好即将发生。随着剧情过半，这对 CP 的感情戏不断升温，通过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，相信很快就会有质的突破，后面戏会越来越甜，越来越好嗑。其实去有风的地方不仅 CP 好看，还有许多鲜活的人物，精彩的群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伤和快乐，相信每个观众都会在追剧过程中有所感悟，和剧中人一起到达内心一个有风的地方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